这话说出来呀，还有人不相信呢。咱们以前呀经常说，象棋的本质就是逮住蛤蟆算出尿来，每回换来的都是哄堂大笑啊。其实咱这话是话糙理不糙，象棋的本质就是发现对方的阵型弱点，逮住对方的阵型弱点，然后打击对方的阵型弱点，不就是逮住蛤蟆算出尿来吗？虽然说话有点糙啊，但道理可是不糙啊。可能会有人说，我呢是一个象棋小白，不知道什么叫做阵型弱点，那我应该怎么才能找着蛤蟆呢？但凡对方有一招棋是不符合棋理的，他这半扇里边肯定得有蛤蟆，您找啊那就完事儿了。比如说红方的仙人指路，黑方对冲一卒，红方跳正马，黑方架中炮。虽然说黑方有了中路的攻势，但是他的三七路象啊暂时无法连接，红方踏踏实实的出车，那么黑方平炮。就您还想反击我的三路线，所以红方踏踏实实的上边马。匪夷所思的一步棋可就来了，黑方挥炮打兵，您是痛快一会儿是一会儿啊，这炮无轻发，马无造进，您可犯了一条大忌。红方平炮，我逮住你的蛤蟆，肯定不能放走你。首先黑方平炮那是不行的，是吧？你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啊，这炮击底下大局还不白丢了吗？所以黑方是万般无奈，赶紧选择了一步退炮。他以后准备干什么呀？赶紧上边马看住自己的底象，这小炮不就能逃跑了吗？吃一个就跑，贼鸡儿刺激啊！所以红方当务之急干什么呀？你的小炮还想跑，蛤蟆你还想跑？当时红方选择了一步飞象，很显然横着走是不行的，这炮击底象受不了。竖着走，这俩格全让人家给占了，一格让象占了，一格呢让马占了，所以当前盘面肯定是红方占优势，这不就把蛤蟆给逮住了吗？咱们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，说炮无轻发，马无造进。咱们说了一个炮无轻发，这马无造进是咋回事呢？比如说啊，红方仙人指路，黑方对冲一卒，红方架后炮。当时黑方愣是不信这邪，直接选择一脚上正马。那您说红方客气啥呀？我瞄着你都敢上，直接往前冲一步兵。黑方上马盘河，那么红方渡兵过河，黑方此时往上一踩，你吃我一个，我还吃你一个呢。当时红方选择了一步飞象，问题啊可就交给了黑方。可能会有人说啊，这事儿我可学过，开局的炮大，残期的马大，黑方直接上马踩炮不就完事儿了吗？如果黑方此时往上一踩，那么红方再往上一蹬，您看看半天了，黑方走了几步棋呢？他走了0步棋啊，一步棋都没走。而红方走了几步棋呢？1步棋、2步棋、3步棋、4步棋、5步棋，净赚了5个先手。那你换我一个炮真的是无所谓啊，这5个先手太大了。所以说黑方啊吃炮肯定是不行的。当红方飞象的一瞬间，黑方可不能走马了，所以赶紧选择了一步飞象。红方上马，就您这蛤蟆一通乱窜呀，赶紧给我上一鞭子去。既然黑方是不敢踩炮的，没办法，他只能退马了。那红方上马，黑方顺势一飞。咱们此时啊再简单的看一眼盘面，黑方一共走了几步棋呢？他这个马呀只能算作2步棋，因为马跳在这个位置只需要2步棋，咱们不能给他多算呀。这是2步棋、3步棋、4步棋，这个象啊不能算作2步棋，因为这个高象呢是一个阵型弱点，以后你早完了也得落回去，所以说这2步棋呢根本就不算数。黑方一共走了2招棋，而红方走了几步棋呢？咱们啊就不算了，所以当前盘面肯定是红方大优无疑。现在呀肯定会有人说，刚才这俩蛤蟆呀智商高不了，
一个是炮轻发，一个是马造箭。您把这俩蛤蟆拉去测试商去，绝对不到20，这走着走着都得流哈喇子那种。这聪明的蛤蟆是什么样子的呢？是潜伏在草丛中，你呢不容易发现它。咱们这盘棋可就是隐藏的蛤蟆，不知道您是否可以发现呢？红方当头炮，黑方跳马，红方跳马，黑方出车，红方的出车，黑方飞象。既然说你没跳屏风马，那阵型会不会有弱点呢？当时红方选择了一步拱兵，准备以后迅速的上马。黑方平炮，这手平炮啥意思啊？准备反击红方的7路线。既然说你选择了平炮，这屏风马肯定跳不起来了吧？当时红方可是真够横的，直接选择了一脚跳正马，我还让你反击。黑方也上来脾气了，直接拱卒反击。红方跃马盘河，黑方的往前一冲。红方实施自己的计划，直接上马踩卒。当时黑方是想了又想，如果我上马踩马，你呢炮击中马一将军，首先我的车呢是没有跟了，这大铁帽子也给我扣上了，所以说我才不踩你呢。踏踏实实选择了一步补士。身为红方的您，这个阵型弱点您是否可以找得到呢？这隐藏的蛤蟆到底在哪儿呢？咱们设身处地的给黑方想一想，如果黑方此时没有这个马，他的炮呢也不在这边，那这个局部是不是红方占优势啊？红方投入的兵力只有一个车，对吧？黑方投入的兵力是一个车一个炮，我这个车不动换，你这俩哥们动哪个都不行啊。所以红方发现黑方的阵型弱点是什么呢？阵型弱点啊就在这儿呢。现在你的车啊是有根的，随时可以平炮对车，干脆啊给你的马踩掉再说。黑方顺势往过一敲。现在轮到红方走棋了，无根车炮是不是让我给拉住了？现在红方第一反应是什么呢？是不是选择一步进车给你压住再说，压缩你黑方的活动空间？但是这招棋啊有点操之过急了，咱们可有更狠的招跟这摆着呢。当时红方选择一步拉横车，准备以后平车双车抢炮。黑方走什么呀？这俩哥们反正也动换不了，赶紧出车再说。红方呢选择一步平车，我就问问您敢不敢打车？你要是把我的车给打掉，我呢吃底车可是带将军的，所以说打死你也不敢吃车啊，是吧？所以黑方选择一步出车，红方呢顺势把炮一吃。那你吃我的炮来不及啊，我还吃你的车呢。黑方把车一吃，那么红方顺势一杀。你吃我炮，我还吃你炮呢。所以黑方此时往过一敲，红方的平炮。黑方炮击底下一将军，红方补士。咱们此时啊简单的看一眼盘面，现在红方净多了一个大子儿，而且棋盘的右侧自己呢是车马炮3子归边，所以当前盘面红方啊肯定是胜势了，黑方这么走啊根本就受不了啊。如果刚才的蛤蟆您没发现，完全是有情可原呀，那是一只隐藏的蛤蟆。咱们来看看这只蛤蟆您是否可以抓得到呢？其实这盘棋啊是我的一盘实战呀。晚上在测评的时候碰见一个9-1的业余高手，当时红方呢是以当头炮开局，黑方跳马，红方跳马，黑方往前一冲，那么红方出车。当时黑方走了一招棋，简直让我惊掉了下巴呀。他走了一招什么呢？走了一招平炮，还想试试我大板牙子的胆量。咱们就实话实说吧，如果您身持红方，现在敢不敢点车下二路，把你这俩哥们压的是半身不遂，敢不敢呢？其实啊搁一般人，有的人啊肯定不敢的。如果现在红方点车下二路，那么黑方补士以后退炮打车，这车啊还得闪开，那不就白走了吗？当时大板牙子可不信这邪，直接点车下二路。不知道您是否跟我想的一样呢？
当时黑方走了一招补士，果然准备退炮打车了。现在红方当务之急干什么呀？既然你这俩哥们是动换不了的，那你的阵型弱点到底是什么呢？如果我这个炮啊跟这儿待着可就好了，直接炮击底象，当时就得完蛋。那我炮跟这儿搁着也是可以啊，直接炮击底车你也是受不了。既然红方有了这个想法，直接进炮巡河，巡河18打，硬把将军拉下马。当时黑方可就不干了，就你这车跟这儿堵着我，肯定受不了。所以黑方选择了一步退炮，那么红方平炮。你打我的车，我还打你的车呢，那您说黑方敢不敢换车呢？如果黑方此时把车一敲，红方的炮击底车，您说您这底象拿什么管呀？这炮架子可是铁的，根本就展不开。眼看着红方炮击底象，所以说这手棋啊，黑方是不敢走的。当时啊，这个黑方是万般无奈，只能选择平炮扛住再说。那你的中炮不就没有了吗？红方呢，踏踏实实的退车。你要是吃我的炮，我呢就吃你的马。咱们简单的看一下啊，如果黑方此时把我的炮一吃，好像是赚了一招棋，我呢还吃你的马呢，是一边打着中卒，一边拱着炮呢。这棋红方肯定是占优势的，所以当时黑方呢并没着急换炮，他走了一招什么棋呢？他呢走了一招飞象。他飞象啥意思啊？不让我吃他这马呀。当黑方飞象的一瞬间，不知道您能不能发现这只潜在的蛤蟆。咱们呀仔细的看一眼盘面，如果红方把炮一换，人家呢把马就给起来了，是吧？现在他的阵型弱点到底是什么呢？肯定就是这个八路马了。所以当时红方选择了一步平炮，这黑方可就麻爪了。这八路马已经没地儿跑了，这个点让炮站着，这个点啊直接就让车吃了。当时黑方上马，那么红方顺势一杀，黑方出车，红方平炮换炮。当前盘面红方净多了一个大子儿，肯定是红方大优无疑。不知道您有没有一样的感觉？在下棋的时候啊，总有这么一瞬间，灵光一闪，一眼就可以发现你的阵型弱点。这叫什么呢？叫做第一棋感。第一棋感越准确的人，他的水平啊就会越高。咱们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啊，比如说红方骑马局，黑方呢架中炮，红方出车，黑方跳马，红方跳了一个曲头屏风马，黑方先把大车啊出来再说。此时红方飞象，黑方往前一冲，红方呢往前一撞，黑方进车过河，给红方来了一个硬封锁。当时红方踏踏实实的补士，勾引敌人来打枪，有本事你往里压一试试。当时黑方一琢磨，这里边肯定有诈，所以选择了一步平炮，我待会儿再往里压。红方的平车站位，果然黑方他憋不住了，选择了一步平车。他这个车往里边一平，那红方的棋感应该是什么呢？棋盘的左侧你就是阵型弱点，这车已经平下来了，你再想回家肯定是来不及了。所以红方现在应该走什么呢？抓住你棋盘左侧的阵型弱点，开始整你。红方沉底炮，现在黑方啊是没得选的，这个底炮他只能踩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以后如果让红方把炮给平开，那这事儿啊可就了不得了，剥夺了自己补士的权利，这事啊永远补不起来了。因为红方呢有沉底车的手段，你踩我的车，我呢打你的底象，你不踩我的车，我还打你的底象，这家伙谁受得了啊？所以说这个底炮啊肯定是祸害，必须得吃。当时黑方是想都没想啊，赶紧踩掉底炮再说。黑方此时把炮一吃，那么红方顺势一杀，这小马不是纯利润吗？黑方再把马一吃，那您说在这一瞬间，黑方的阵型弱点到底是什么呢？就是他这个车啊，
他这局横着是走不了的，对吧？所以红方进炮过河，以后准备挥炮打卒。这炮要是打在这儿，肯定受不了啊！这小军啊，当时就得凉凉，没有格走了，是吧？所以当时黑方走了一招什么呢？现在卒5进1啊，肯定是没有用的。你跑了一个炮架子，我呢来一个更铁的，这狼可就招过来了，肯定不行。所以当时黑方直接往前一冲，红方的进车过河，以后准备炮击中卒。这炮击中卒可受不了啊，直接就麻爪了。所以直接黑方的往前一冲，红方挥炮打卒。这以后沉底炮也是受不了，所以黑方在万般无奈之下，只能选择了一步飞象。红方平中炮一将军，直接是脑门子开花呀！当黑方补士以后呢，红方点车下二路，行棋至此，黑方投子认负。因为以后车砍中士的大刀剜心啊，实在是解不了了。其实不点下二路也行啊，就算出老件，黑方也是解不了，是一个经典的铁门栓。所以说红方抓住了他的阵型弱点，是一通逮住蛤蟆钻出尿来。阵型弱点这个事儿啊，一期两期肯定是聊不完的，因为阵型弱点的方式啊也是多种多样的。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呢，希望您呢给我点一关注，您以后就可以看到这期视频的后续了，非常感谢您。